今天开始跟大家讲解中研纺织专业之基础知识。第一章、第二章纺织纤维跟纱性这两章内容，课程的内容比较短，所以合在一起讲。相关的知识也比较理论跟概念，重点在于学习和了解纺织面料的原料和纱性有哪些。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哪些章节。第一、第二、第三章节主要讲的是纺织纤维，4、5、6、7讲的是纱性的定义、分类、术语以及制造工艺。好，第一节纺织纤维定义。纤维中长度达数十毫米，具有一定强度、一定可绕曲性和饱和性以及其他实用性，并可以生产纺织品的，称之为纺织纤维。纺织纤维印象中就会想到棉、麻、竹纤维、丝绸、羊毛等等，如图就是常见的纺织纤维形态。好，第二章节纺织纤维分类。纺织纤维可以分为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天然纤维像棉花、羊毛自然生长的，化学纤维如煤、石油、天然气是化学加工提炼而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天然纤维又可以怎么分。天然纤维又可以分为植物纤维、动物纤维跟矿物纤维，这些都是自然界直接自然生长可以提炼的，通常都是短纤维。我们再来展开看植物纤维又可以怎么分。首先我们看一下棉花。棉花是种植在阳光充足的地区，棉花通过采摘，然后扎花机、棉籽分离，再到棉花打包，这就是棉花的一个生产过程。棉花也是我们常见的服装以及甲纺常见的纺织纤维。好，我们看一下植物纤维第二种，竹纤维。竹子通过收割去皮，晒干、碾压，再提取竹子中的竹纤维。竹纤维通常会用来做家纺，比如说竹子、草席以及垫之类的比较常见。第三种，苋麻。苋麻成熟之后，通过收割、碾压、晒干，再收取纤维。苋麻通常用来制作麻制品，以及家纺常见，以及用来做家纺的产品比较常见。第四种，椰子纤维。椰子纤维又称为椰壳纤维，取椰子壳，通过浸泡脱脂，然后机械碾压，再打松，再挑取椰壳纤维中，再挑取纤维，通常用来做毯子、垫子之类的产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动物纤维。动物纤维又可以怎么分？长丝吐丝成茧，再抽丝，通过热水加热，然后抽丝，最后再反丝。长丝又称之为山蚕丝，山蚕丝是天然的乳白色，如果仔细看，表面光泽鲜亮。山蚕丝制作成纺织品，手感比较柔软光滑，色泽典雅纤细，是服装面料高贵的原料，通常用来做高端的女装、被子以及丝巾。接下来我们看常见的动物纤维第二种，羊毛。羊毛通过梳剪、清洗、烘干，再梳毛纺线。羊毛也可以称之为天然的蛋白质纤维，
通常可以做绒线、毛线、毛毯等等。好，天然纤维中矿物纤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矿物纤维。矿物纤维常见的一种就是石棉。石棉是从纤维纤维状结构的矿物岩石中提取的纤维，通过露天开采矿物岩石，再提取纤维，制造成石棉。石棉也是天然的防火材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化学纤维。化学纤维它是以煤、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然后经过化氢聚合，再通过化学方法制作而成。那化学纤维可以分为合成纤维、再生纤维和无机纤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合成纤维。合成纤维我们主要掌握两种，一种是聚酰胺纤维，学名锦纶，商品名为尼龙。那另外一种就是聚酯纤维，简称涤纶。这两种是我们行业中最常见的两种化学纤维。那其他的比如说氨纶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材质，它是和尼龙或者涤纶进行一个混合使用。其他的一些成分纤维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主要要掌握的是尼龙跟涤纶。第二种再生纤维。再生纤维它是以天然聚合物为原料，然后再通过化学方法然后制作的纤维。比较常见的有人造棉以及再生涤纶纱。那人造棉它的一个特点是比较容易上色，穿着舒适，与纯棉相比较的话，它的一个光泽度比较好，手感也是比较柔软，卷垂性较好。第二种再生涤纶纱。再生涤纶纱它是由可乐瓶回收、清洗、切片，再溶解制成粒子，再通过反丝的一个过程。2019年开始在国内也是大力的推行，目前也是被一些大的品牌以及欧洲的国家一直使用的一个再生涤纶纱。第三种无机纤维。无机纤维又可以分为玻璃纤维跟金属纤维。那玻璃纤维的话，主要可以制作成玻璃纤维绳以及纤维布。那玻璃纤维的话，它是一个比较优越的非金属纤维，它的优点是绝缘性好、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它的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脆弱，耐磨性比较差。那玻璃纤维我们主要了解一下，那相对接触比较少。另外一种的金属纤维，金属纤维也是相对用的行业里接触比较少的一种，我们知道一下就好。纺织纤维的分类，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纺织纤维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那棉是天然纤维中最常见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种材质。尼龙跟涤纶是化学纤维中最常见也是用的最多的两种材质。这三种也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第三章节，化学纤维的形态结构分类。长纤跟短纤，这两个也是我们最为常见以及接触的两种形态结构。
那长芯它是加工中未经过切断的工序，直接得到的连续丝条，称之为长丝。那短芯的话是长丝经过切断成各种长度的规格的一个纤维。这边要讲的一个天然纤维也是属于短芯。除了长芯跟短芯，还有以下几种，像超细纤维、异常纤维、复合纤维。好，第4章节纱性的定义。纱性是用各种纺织纤维加工成一定细度和长度的产品，那称之为纱性。那纱性也是纺织面料的源头以及原材料。通常纱性可以是以白色为准，也有一些纱性通过染色变成有色的纱性。好，第5章节纱性的分类。好，这边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从纱性的成分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锦纶、涤纶、棉、锦纶、锦棉，以及腈纶、丙纶、氨纶、绿纶等等。那我们着重要掌握前面的5种尼龙、涤纶、棉这3种材质。那锦棉跟涤棉分别是尼龙跟棉以及涤纶跟棉进行一个分法而来。这5种成分也是我们纺织面料常用到的5种。好，下面的4种，那我们纺织行业中会接触到，但是用的相对不多。那这边氨纶着重讲一下，氨纶的话，它通常会跟涤纶和棉进行一个配合使用。那相关的占比通常从 5% 到 25% 左右。那我们了解一下就好，着重记住前面的5种成分。好，除了从成分的区别上分类，那我们还可以通过色泽、纱线的横截面以及纱线的防孔数和加工方法进行分类。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来学习一个纱线的一个常见纱线材质的一个辨别。那这边讲的是使用燃烧法的一个辨别方法。那首先我们看一下锦纶、尼龙的一个是如何通过燃烧法来辨别的。燃烧它的一个气味是有毛化的一个气味也就是氨气的味道。那燃烧的烟是冒白烟。好，燃烧的一个结滴物是淡褐色的胶块。好，第2种涤纶材质是怎么来区分的？涤纶燃烧的时候是芳香的气味，然后燃烧时是先黑烟后白烟。那这边的呈现出的黑烟是比较浓烈的一缕缕黑烟，结滴物是黑褐色的胶块。好，第3种棉的话，通过燃烧有烧紫的一个气味，燃烧的烟是白色的结滴物是灰白色的粉末飞溅。好，以上就是常见的3种材质通过燃烧法来鉴别。这边除了常见的3种材质，还有其他不怎么常见的一些纺织纤维的一个通过燃烧的一个特征，那我们了解一下。好，通过色泽进行区分，纱线可以分为亮光纱、半光纱以及消纱。半光纱以及消光纱，消光纱也称之为无光纱。它们3者
从化学成分上主要的一个差异是所含的一个硝光基二氧化钛的一个成分上比不同。通过横截面的形态，沙线可以分为圆形沙、十字形沙、中空沙以及三角形沙。不同的沙线结构，它主要是根据不同的一个功能以及特性来选择来要求的。那圆形沙也是我们最为常见的沙线。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从反孔数量可以怎么分。首先，沙线的直径单位是单，然后简称 d， 那这指沙线的一个粗细的一个单位。那单根沙数量的单位是 f， 英文是 filament， 那指的一根沙线它有多少根单沙，那反孔数也指的就是单沙的一个数量。那接下来我们来测算一下，比如说70D 的沙，它有17根单沙，那它的一个单沙的直径就约等于 4D。 如果是高 F 数的，比如说 288F、150D、288F 的，那它的单沙的一个直径测算出来就是约等于 0.52D， 也就是超细纤维。那通过加工方法，沙线又可以怎么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原丝。原丝也就是单根沙，它从外观上看纤维是直的，那原丝通常表示为 POY， 指的是预取向丝，也称之为部分延伸丝，它是可以直接来生产成 FDY 的。FDY 也称之为完全延伸沙，也就是多根 POY 多根原丝合并成单根的 FDY 的沙。POY 的话，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是指经过高速反丝获得的取向度在未取向丝和拉伸丝之间未完全拉伸的化清场丝，称之为 POY。 通常是用来做叫 DTY 的一个专用丝。好，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 FDY。FDY 称之为完全延伸丝，它是采用反丝拉伸进一步制作合成纤维的长丝，它是通过充分拉伸可直接用来纺织的纱线。FDY 的一个特点就是雾面外观平滑，无伸缩性，代表的一个产品有尼斯纺跟迪斯纺，英文是塔菲塔。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加工丝有哪两种。首先有 DTY 跟 ADY。DTY 的话称之为延伸加工丝，在行业里称之为糖丝。ADY 的话是喷气并行纱，在行业里可以称之为空并丝。加工丝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蓬松感，富有弹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DTY。DTY 从外观上看纤维是卷曲的，有一定的蓬松感跟弹性。它在生产工序是有经过加粘跟前粘。代表的一个产品有春芽纺，行业也有称之为富贵绸。
英文是punch。ATY 的话，它是空气高速喷射产生涡轮，然后吹开形成的沙线，所以富有从外观上它是蓬松感，有蓬松，富有弹性。代表的产品有塔斯龙。好，第6章节沙线的专业术语。沙线的一个粗细的一个直径表示方式。这边有分梭织跟梭织部，这边梭织部有分定长质跟定重质。比如跨间梭织部表示一定长度纤维跟沙线的一个重量。那韩明的定重质，它是一磅重的沙可以分出多少个840码，所以通常这边定长质是用于长丝的表示方式，定重质是用于短芯的表示方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定长质。定长质的一个单位有哪几种？首先我们看第一种，单里数，也简称D，它是指每9千米长纤维的沙线所具有的重量克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一根9千米的沙，它的重量克数是150克，那它就是 150D。如果它的克数是1克，那它就是1D。也就是数值越大，它的沙线就越粗。所以我们看第2种单位，特数。特数是指每1000米长纤维或沙线具有的重量克数。也就是1000米长的沙线，它如果它的重量是150克，那它就是150特数。如果是1克，也就是1特数。同样是数值越大，它的沙线越粗。接下来我们看看第3种单位，分特数。分特数指的是每10000米长纤维的或沙线所具有的重量克数。也就是1000米长的沙线，如果它的重量克数是150克，那它就是150分特数。如果是1克，那它就是1分特数。同样是沙线，重量越大，沙线越粗。定长是它们的单位之间的一个换算公式，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比如说1特数它等于9D，1特数等于10分特数，那1分特数它等于9/10D，它们之间可以通过单位进行一个换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定重质。定重质指的是1磅重的沙可以分出多少个840码。那也就是1磅重的沙如果可以分出6根840码，那它的一个单位就是6支。如果是分出10根，它的单位就是10支。这边是 S 表示沙支的一个根数，也就是定重质沙支的一个单位 S。好，第6章节沙线的制造工艺，这边举化纤沙线的一个例子。它的制造工艺是笼体反丝法的一个工艺流程。那这边是锯枝切片，然后通过溶解、喷丝再反砂的一个过程。好，这边沙线的一个制造工艺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就好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常见沙线的一个规格。尼龙沙的一个常见规格，这边有分细单尼规格跟粗单尼的规格。细单尼通常表示是15D 到70D 之间。那粗单尼是160D 到2520D 牛筋部，
所以这边杀性越粗，它的单里数越高，它的一个杀性就越粗。涤纶砂的一个常见规格，同样有分细单里跟粗单里。那细单里有30滴、50滴、75滴，那粗单里从100滴到1680滴，同样也是数值越高，它的杀性越粗。所以常用的一个杀性规格，我们需要掌握。好，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反射纤维跟杀性就讲到这里。